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办基案，他们是主力，我们上来就给定论，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。那是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就办基案，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，得点燃他们的热情，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，这案子也没法破了，对吧？当然，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，但是千万别忘了啊，破案，人才是关键，要时刻记着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哎，秦总，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，你是怎么看的？他是勤才还是报复？是本地人、外地人？大国，我跟你说过吧，别总问我怎么看，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，啊，你们琢磨琢磨，回头有机会碰一下，看是不是一样的。那行吧。你在那干嘛呢？溜溜达达的。这不学兔子呢吗？学什么兔子？郭嘉琪说的，兔子不动不思考。学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？哎呦，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？哎，梅主任，梅主任刚回来，还是年轻啊你们。嗯，思考案怎么样？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检，啊，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，尤其那个窗帘啊，什么电饭煲，你这都得采样啊。哎，又是看5楼的，18年了，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？那2个老者我见过的，好多年前就见过了。这么多年，他们经常来。哎，注意这儿啊！18年了，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啊，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。曹老师，你看看，到今天为止，你们2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2代人查一个案子，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。
哎呀，老金，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？脑袋都让你转晕了。杨队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该出个结果了吧？要不要去问一下？不可以，不像话！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，你跑去问，像是对人家不放心。是啊，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，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？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。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，我们谁都睡不着。问也不是，不问也不是，你到底要怎样啊？小顾，哎，你和曹阳他们熟啊？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，你去问。好，好，可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就这样子去问啊？啊，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动动脑筋。哎，小曹，哎，苏大妹子，饿了吧？啊，给你们买了些吃的。辛苦了。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，知道你们吃不惯，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。你们太贴心了。杨队长，你们这么晚过来，哎，没有事，没有事啊，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，这个，你们忙的怎么样了嘛？要不要人帮忙？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，但是这个啊，打个杂还是可以的，对吗？可以的嘛。杨队，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，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，抱歉。啊，没有事，趁热吃，趁热吃。早点吃完，回去休息。你们也辛苦了啊！对不起啊，让你们失望了。哎，没有的事儿。苏大妹子，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。没有事，真的。我们走，你们安心吃饭。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走了啊，趁热吃。辛苦了啊。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，啊，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，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，啊，提取了大量的检材。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，您二位先说说。那老曹，我先讲。是这样，我们对这个窗帘、衣柜。还有桌上的杯子，电饭煲就等等吧，我们都做了勘验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， 但是呢，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，也就是说，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，就不具备采用价值。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，确定了，不在案发现场。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，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。大家也不用失望啊，这个没有收获，也是一种发现，啊，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，啊。现在我们能干呢，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，用透了。秦总说的对啊，关于那枚4连指指纹，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，我们一致认为，这个4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。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，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。
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？钦才。我为什么判断是钦才呢？之前我们了解到，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，没竞争过，是吧？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。他竞争都没成功呢，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？另外呢，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，跟钦才有关。地点是家里。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，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？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？是吧？而且我觉得，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。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，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，晚上应酬多，是吧？那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？为什么要去家里？而且他家里有2道防盗门，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，踩过点儿，摸过。我说的钦才，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。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，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，好吧？在原则问题上，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。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？本地。为什么说是本地？之前我们也说过，在本地买一把枪，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。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，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，他了解他，对他很熟，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，所以才会破坏灯绳，从背后伏击，动作迅速，配合默契。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。另外，这个所长行踪不定，肯定跟踪过他，踩过点儿。行长的案子一样，对家里的情况很熟。2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，人手地手，抢了枪，本地作案，这就是我的判断。对，没错。那现在呢？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，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。打指纹，从本地人采集。现在我们这个案件，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，也是唯一的突破口。秦总，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，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，那真是没少学东西，真的。不武断吗？怎么能说是武断呢？您看您发言的时候，您说的那些依据啊，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，哪个能插得上话？顾文龙，行了，别拍。你们俩也都猜对了。秦总，您这话说的什么？猜？我们不是蒙的，我们跟您一样，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。是吧？对，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秦总，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。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得意啊。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。这样，我跟厅里商量一下，把锅留下，落实打指纹的事儿。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，然后组织指纹采集。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。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。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，一定要保实保效。好，秦总，还有我呢。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？那跟我去东林，还有那个雷主任、曹阳和苏畅一块儿。行，还有那谁曹老师呢？他不去吗？曹老师不动，先回旭城。爸。您明天要走。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。没什么东西，用不着。我妈打电话来，专门交代的。好。你们明天也要走吧？对，明天走。
去东林，清江这一战啊，算是结束了。越是这种案子，越锻炼人啊。你这次来清江，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。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，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，就是指纹和 DNA，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。过去破案靠调查、走访、询问，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，18年了，再走访，我觉得挺难的。爸，说句实话，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？容易破的，那还叫急案吗？爸，您心脏又不舒服了？没有啊。那怎么带这个药呢？哎呀，我这备用的。爸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。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，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。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呀。那你是怎么想的呀？说真心话，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拼。您现在应该退休，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，陪陪我妈。你真不了解我，你让我在家歇着，那才叫得病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人生就得做事情，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。只要我脑子还好使，腿还能走路，我就要一直干下去。再说了，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，经验也好，传授给你们吧。办急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，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。明白了？你还有什么心事说？我觉得这个案子啊，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，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。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，心里面就特难受，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。这就是客观事实。你呀，也别往自己身上揽，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。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，就是授之以鱼，不如授之以渔。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、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。然后我们走了以后，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。明白了？爸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，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。瞎说，什么大师啊？就是大师。哎呀，秦总，哎，杨队，我还赶上了。哎呀，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，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，拿过来了。家里做的？对，啊，家里做的可以。对的。啊，这个是糍粑。对，那这个好吃，我尝一个啊。尝一尝，尝一尝。谢谢。给。好。啊，你拿一下，苏大妹子，你拿一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特产啊！好，路上吃，路上吃。谢谢。
喂，陶队。哎，我听市局说，省厅要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。啊，对呀，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。怎么样？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？临门一脚了，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。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。怎么跑平城去了？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？不跟你多说了，见面就知道了。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？哎呦，你还不了解？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？我更迫不及待了，还得开17个小时呢。哎，正好咱们抓紧时间，赶紧眯瞪眯瞪吧。你们先别睡，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，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课呗。好啊，您想从哪开始了解？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。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，对，为了办这个案子，连大清律都查了。对，秦总，这个陶队呢，他叫陶维志。哦，您是不知道，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。为什么呀？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？真的假的？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，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，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？那会儿不懂，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。刘叔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您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。您好，钟局长。我们市局来了6个人，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。咱们东林县来了2个副县长，一个政法委书记，县局的方文局长，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都在现场。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，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，全力投入案件侦破。辛苦了，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，是厅长亲自批的，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，按照惯例叫419案。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，尽快破案。现场是在这边是吧？对对对，咱们赶紧走2步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死者是3个小学生，都是小女孩。他们是一个9岁，一个10岁，还有一个11岁。这3个孩子是邻居。就是前天的中午，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，这3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，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。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，3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，亲属们着急了，就开始到处找，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，就在一处废弃的窑洞里发现了这3个孩子的尸体。第2天上午发现的。对，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。方局人来了，张县长、刘书记，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。这是咱们方文局长，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，领导，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，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。他们昨天在这儿摸了一晚上，提取了物证，也做了尸检，初步判断这3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，看上去是被暴力掐死的，而且都遭了性侵害。严主任，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。情况是这样，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，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，经过比对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。对了，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。黄山牌。黄山牌，在这个3个孩子的身体上、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，
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，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。同一个人的是吧？对。咱们过去看看吧。里面啊，慢点啊，注意脚下啊。刘处，就这些窑洞啊，都是废弃的。这几年啊，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。啊，前天晚上，亲属啊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，因为当时啊，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。枣刺是什么意思？枣刺，枣树的刺。啊，枣树的刺。对，因为挡着，他们就没有找到。昨天上午啊，又来找，拉开枣刺后，才发现这3个孩子都在这里面。那现场是说在里面？对，现场就在里面。来，我领你们过去。慢点啊，这就是现场。但是啊，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。是怎么判定的？是这样，因为啊，这3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，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，啊，这是第一。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，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，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。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，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。4点是吧？啊，对，1点到4点。作案人数为1个人。我们初步分析啊，3名被害者生前啊，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，与犯罪嫌疑人遭遇，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，遭到了捆绑、殴打、性侵害、恶警、侮毒口鼻而死的。犯罪嫌疑人啊，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，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，然后啊逃离现场。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，怎么回事？你急啥嘛？啥叫我急啥？3个娃娃的命，三妈都快疯了，天天给我打电话，我能不急了？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？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，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。老杨，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？人为什么来？这是咱的主场，咱案子没破，人可不得来嘛。人家说了，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。我现在最基本资料我知道没有。我们第1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。参案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、走访，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。刘处，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，给大家说一说。什么让指示？我觉得现在先这样，还不能下结论，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，好吧？啊，好。哎，雷主任，你说这个有 DNA，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？哎呀，别乱说话。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。哦，对啊。DNA， 他要是能破案，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。具体怎么回事，你给我讲讲。您是？喂，陶队，跟你汇报一个情况。侦查员摸到1个人，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，是个老光棍。有人反映啊，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，被他骂过，赶走了。侦查员认为呢，他长期独居，对现场环境又熟悉，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，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，连夜突审。我马上来。杨队。那是谁呀？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。喂，陶队，
你还记得我？DNA。对。刚抓个犯罪嫌疑人。啊。那谁，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。可以啊。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电话号码有吧？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。快点。叫我小苏就行。林主任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？有 DNA 就够了。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做 DNA 排查吧。DNA 排查，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？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，这个范围不会太大。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，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，挺偏的，外人不会到那儿去。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，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，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。另外，窑洞边那个村啊，这些人呢，你要按年龄采样，做 DNA 排查。够了。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？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？可以。哎，曹队。曹队。小队，来坐这儿。你这一夜没睡，你怎么样？结果出了吗？熬了一宿，就是不吐。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？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，也不麻烦。做 DNA 多长时间？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。我轻声一点吧。怎样？不是。DNA， 这简单了。早知道作业前就不跟他熬一宿了。哎，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，国务边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， 能准？这个您放心吧 ，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，都已经用了7、8年了。DNA 有点厉害。进来。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，只能先从采血开始，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。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，做起来却很难，苦是真的苦。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，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。哎呀，这个基层民警啊，真是不容易。本来以为有了 DNA，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，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。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。他走火入魔，那应该是14年之后的事儿。近日，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、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，经过系统研究论证，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。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。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，一经发布，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曹操，这位生活在干啥去了？多年前我差点出去找你。他的 DNA 还存在吗？查红摩托车啊？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？ 哎呀，你说说啊！
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，他自己鞋都看不清，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？哎，都查了4年了，也没个结果嘛。哎，4年了，都不知道咋过来的。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漏补缺这种事儿，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，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啊！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？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？方向也没有吗？哎，行了，你们都看看这个，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，咱这算怎回事？还行讲的。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咱这是大海捞针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，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， 他不死心，想让咱们呀去任城、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，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，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嘛。那这好事儿，可咱也不懂啊。这不懂就去学嘛，张嘴干啥的？不会问吗？啊，真是的。还真是啊，真是啊。你找啥呢？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，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，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，可是。喂，你苏畅吗？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。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3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，你来了，给我的名片，还记得吧？我是副大队长陶维志。哦，陶队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什么事儿啊？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？4年了，没有结果。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。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，科技一览，说这个曹操，就三国那个曹操，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。我就想啊，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，那是不是有希望啊？有什么法子呀？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，是吧？嗯，你问对人了，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。哦，是了。我这儿有一个同事，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， 而且搞得还不错。你等会儿啊，我让他跟你说。嗯，好啊。谁啊？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，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。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王然？对对对，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？你跟他说说。哦，好。喂，哎，陶队，您好，我是曹阳。嗯，你也姓曹啊？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？什么？什么曹操？没事，曹专家好。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？是啊，是啊。那这样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叫王然，他在于河，正好在于河呢。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。好啊。然后呢，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，你们直接联系，好吗？好，谢了啊。怎样了？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？批准了。哦，好，买票吧。你怎么不直接去培兴找曹阳呢？他技术也可好了呀。这点小事还用上培训，自己解决。经费问题，经费问题。哎，这案子一直破不了，去了怕挨骂的。那倒也不至于，都是为了工作嘛。领导们啊，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。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？来，走。你们的案子我看了，
有 DNA， 应该能破。话这么说，就是破不了啊。唉，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，一个是没有库，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。那现在就不一样了。你把那个，这不有多少步骤，你教教我，我这都不懂啊。好，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，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。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、分析，还有大量的实验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。当刑警的害怕吃苦，这享福来了。那就我的笔呢？这儿有笔。讲讲。哎。哎，出来了。出来了，陶队、杨队、常队，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，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。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。什么意思？这就对上了？对啊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，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。这案子要破了？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？不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。哎，别，你先别着急，再等一会儿。现在只是初步比中，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。